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，新年快乐，朋友们！今天这集我们来聊一聊派币的未来价格预测，顺便让大家看看其他机构预测派币的价格，看看2025年到2030年派币到底能不能真正爆发，还是只是场泡沫。不过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集内容仅供参考，并非财务建议。我知道关于价格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派友，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市场上有各种天马行空的价格预测时，有人说派币会涨到$100，甚至有人喊出$1000以上的超高目标，但真实情况真的有这么乐观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用专业角度解析派币未来的潜在价值。当然最后还有小玄子的小提醒，首先让大家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先发与后发的影响。派币的诞生落后了比特币15年了，这对派币是好也是不好。为何呢？这里举个社交媒体的例子，来帮助大家理解派币的成长模式。大家认为一个社交媒体若要成长到3亿用户，你们认为需要多少时间？ Facebook 花了5年， Instagram 花了4年，抖音只花了2年。但这是不是代表抖音比较强呢？其实并不是，而是越晚出现的社交媒体，越能吃到前人的红利。Facebook 帮 IG 铺好了照片社交的市场，而 IG 又帮抖音铺好了短影音的流量基础，所以后来者成长更快。那我们再按照以上论述，目前市场上已经有2万多种加密货币，包括 BTC、ETH、ZOP、DOGE 等，各有各的定位。比特币如果2024年才出现，可能很难脱颖而出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那比特币当年为何能崛起呢？其实与它诞生的时机密不可分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全球经济动荡，人们对传统金融体系失去信任，开始寻找去中心化、不受银行控制的金融替代品。比特币刚好迎合了这个需求，加上没有竞争对手，当时的市场上没有任何去中心化货币，比特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加密货币这个概念完全是他开创的，并且区块链技术首次应用。比特币不只是数字货币，它的区块链技术创新，让交易公开透明且不可篡改，这在当时是一项革命性突破。这些因素让比特币在2010年代初期能够迅速累积早期信仰者，并在几年内形成强大的共识机制，使其成为市场中的数字黄金。因为先行者一旦成功，就是绝对可以吃到肉的，后来者就只能跟其他人去抢肉渣了。如果比特币2024年才诞生，别说$10万了，连$1000都有难度。即使它有抗通膨、去中心化的特性，但没有市场先发优势，它恐怕也只能当个普通的矿工币。同样地，派币也面临类似的状况，它不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加密货币，而是在比特币、以太坊、狗狗币等币种之后才崛起。这代表什么？首先它可以借鉴前人经验，少走弯路，但竞争也更激烈。再来它需要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，而不只是复制前人的模式。最后它不像比特币早期那样，拥有无限的先发优势，必须靠强大的生态来支撑价值。这也是为什么派币的发展需要时间，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原因。所以看到这31万党的党员可能又失望了。不过如果 Pi Network 团队能够稳扎稳打，把生态系统建设完整，那么即使它不像比特币、以太坊那样走在最前面，它依然有机会透过后发的优势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加密货币。而且我相信看影片的各位，如果今天没有比特或以太在前面铺好了路，大家也不可能会去下载 Pi App， 执行每天点闪电的动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。在讨论派币未来的价格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看清一个重要事实，派币目前还不能在公开市场交易。虽然有些交易所，如比特 Mart， 它是已经挂出所谓的派币，但这些其实是 Pi IOU 借据交易，这只是交易所的预测价格，并不代表真正的派币价值。目前 Pi Network 仍处于封闭组网阶段，这意味着派币还无法自由兑换法币或其他加密货币，交易所挂出的价格只是投机性定价，缺乏实际市场流动性。派币的真实市场价值还未经过市场考验，所以当你看到有人说派币已经值$100，甚至$1000时，先别太兴奋，因为这些数据目前并没有实际支撑。市场上有许多加密分析机构给出了2025年派币的价格范围，我们来看看这些预测到底靠不靠谱。看的预测 Buyers Scenario Digital Coin Price 38.98到$95.74，平均$89.33。CoinCheckup 低点$5.64，平均$35.74。Crypto Predictions 最低$39.80，平均$46.83。中性预测 Neutral Scenario Coin Minutes 60到$100，稳定区间79到$94。CoinCodeX 42.01到$196.43，平均$111.36。乐观预测 Bullish Scenario Coin Minutes 强势上涨至$161.84。
Bitget 2030年有机会突破280美元 ，Telegram 2050年极端乐观，最高3428美元。这些价格预测虽然看起来让人兴奋，但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些数字真的有根据吗？还是只是基于市场情绪的喊价？有看过之前的影片，就会知道拍币的价值最终来自于它的生态系统。但如果 Pi Network 无法建立强大的应用场景，例如支付、电商或 DApps， 那么拍币的价格将很难长期维持高位。用目前未锁仓大概10亿颗来算，如果拍币价格真的达到1000美元，那么总市值将达到10兆美元，这仍然比目前全球所有加密货币的总市值还要高出数倍，甚至接近整个黄金市场的市值，约14兆美元。这样的价格显然极不现实，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当前市场的承受能力。所以时至今日，若要观察一种币是否会成功，其实只要观察这个币的产品是否有前瞻性，还有相关领域的对手强不强，基本就能知道此种币的发展性价格如何了。如果 Pi Network 成功落地，并建立强大的支付与生态系统，那么在2025到2030年之间，拍币的合理价格区间可能落在10到100美元，而不是市场上炒作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。不过大家可以关注拍币在发布主网日期的前后，因为呢，通常在那个时间点都会有行情出现，我们再拿那个时候的价格来参考，会比现在来的准确，并且可信度也比较高。所以，与其相信拍币1000美元这种不切实际的喊价，不如关注拍币的生态建设与实际应用，这才是决定价格的关键。由于主网开放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派团队最近也宣布，将有超过80个应用程序会在主网开放时同步上线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代表拍生态系统正式进入能用的时代，不再只是大家手机里的一串数字。之前小玄子就说过，派项目如果想成功，生态营运才是关键。这点项目方当然比谁都清楚。如果没有应用支持，派币最多变成币圈版的迷因币罢了。再来一个关键数据，账户映射的名额只剩不到15万个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项目方已经在加快准备节奏，说不定这个月内就会正式宣布开放主网的时间点。各位派友们可以期待一下了。当然啦，虽然拍币值得期待，但加密市场从来都是变化莫测。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，就知道全球货币体系可能正在迎来改朝换代。这时候别只盯着拍币，也要适当关注一些主流币种。最后是小玄子小提醒，你可以开始持有一些我之前分析过的潜力币种，也可以试试 Bitget 交易所，用小额资金练习合约交易。下方有小玄子的专属邀请码，还没注册的朋友赶快去申请。之前的影片也有完整的 Bitget 申请操作教学，记得抽时间熟悉一下。相信我，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愿意行动的自己。你觉得拍币2025年会在哪个价格区间？10美元、100美元，还是更高呢？留言告诉我你的预测，看看大家的看法是否一致。我们下一集继续聊更多有趣的币圈话题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咱们下一集见。